你知道街霸里最小丑的反派组织吗？你知道街霸里最强的反派组织吗？你还以为街霸的故事就只是几个超能力打来打去吗？其实街霸宇宙的故事篇章早就开启了神仙打架的时代了。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街霸系列里这些有趣的反派组织吧。排名都不用分先后，我依次提名他们的特点，大伙儿自然会知道谁才是老大了。视频制作不易，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哦。首先让我提名街霸系列里最路人的一对反派泰拳组。尽管现在的我们知道后来的沙加特不仅被收编进影罗，但早期作为街霸一代的最终 BOSS， 剧情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代，老沙就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反派角色登场的。他当时有多恶呢？曾经有位神秘的馆长伤到了他的一只眼睛，一怒之下把他给嘎了，也是为后来某位自称最强流的传人增加了不少悲剧色彩。另外老沙还有一个小弟阿顿，直到最近的剧情里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黑恶势力，甚至还想谋权篡位，想要自己称霸。后来的发展大家都知道的，沙加特纳入了影罗门下，成为了4大天王之一，并且在最新作中不再效力维嘉了。这俩人的实力吧，根据剧情发展也很明了，都纳入影罗了，还能比得过谁呀？泰拳队算得上是街霸正作里实力最路边的一条了。那么下一位，我要提名这帮反派里最小丑的组织 SIN。 这个队伍的实力其实放在整个宇宙中算是比较在线的。它是作为影罗旗下的一个分公司的类型，老大赛斯是维嘉的第15号克隆体，有了自我意识后呢，想要取代维嘉，自身还有一个可以吸收对手招式的丹田引擎。对比其他组织的克隆产物吧，可以说是断层碾压了吧。但为什么他是最小丑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公司的核心成员结构。朱莉算得上是赛斯的主力杀手吧，而且朱莉实力其实特别在线。当初朱莉在启动风水引擎的时候，可以说是吊打加密，脚踢春丽，维嘉的后宫队都是随便进出拿捏。但人家朱莉可没有那么忠心耿耿哦，他是等着人家维嘉和赛斯打到2败俱伤之后渔翁得利，坏得很哈。然后赛斯还有一个秘书毒蛇，哎呀我真的，人家是谁呀？人家是美国间谍呀！我说赛斯他身边围着他转的都是什么人呐？你说他这样开公司怎么开得下去呢？公司骨干和秘书都在算计你，结果自己非但没有取代维嘉，反而遭朱莉叛变带上维嘉轻松拿下。还没完哦，赛斯被维嘉嘎了之后呢，一些影罗残党保留了核心组件，用一个0号女性躯体复活。复活后人家肯定很生气一个劲儿找维嘉复仇，结果还是打不过人家，一发 Psycho Crush 干入休眠模式，都是后来被艾德和法尔凯救下恢复理智。最后的最后小丑迎来了经典的洗白路线，引入江湖，自己去寻找意义了。你说这扯不扯吧？赛斯无疑是一众反派中创业最失败的案例相反你看看人家 JP， 狗到公司破产，卷走大量资金，自己打造并掌控纳夏尔，明面上不仅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资本家，背地里还是恐怖组织的头目。无论是自己实现野心的路线，还是商业上的成功，这不都比赛斯聪明了不知道多少了只可惜事儿做得太狠，自己主动接受了精神力后，还想接替维嘉的野心后来的故事也可想而知。单论实力，可能干不过每个细胞都是精神力的赛斯，但 JP 可以称之为最有商业头脑的反派，应该问题不大吧？只可惜 JP 作为新角色，在前作中呢没有过多的铺垫，只知道他是影罗的财务总监。如果在以后的剧情中逐渐丰富一下他的背景故事，我想应该也会十分精彩。好，那么下一位反派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维嘉大人带领的影罗组织了。影罗我愿意提名为影响力最大的反派组织，但绝对不是实力最强的反派。不过他们的故事非常丰富，大家也知道，可还有一些现在被写死了的设定，可以说是让无数宅男各种遐想的小剧情，放现在可以说是分分钟被挂到红色 APP 悬赏榜的程度我们先来看一下组织架构。维嘉作为妥妥的老大，旗下不只有自己的克隆体开的 SIN 分公司，背后还有4个得力干将，他们分别是崇尚财富与暴力的拳王，同时也算得上是新影罗老大的养父，还有嫉妒女人比自己美的男人巴洛克和阿鬼的师傅影罗忠犬方，以及早已离开影罗单干的初代 BOSS 沙加特。同时维嘉还有一个亲卫队The Doors， 分别由12位来自世界各国异域风情的洗脑少女组成，甚至加密曾经也被洗脑成为亲卫队队长效力影罗。其他分别都是用自己的国家语言以及月份相称，他们分别是西班牙的艾涅罗、法国的菲布里埃、德国的梅路茨、意大利的阿普里赖、樱花的高月、德国的尤尼和尤利、越南的桑塔姆、中国的9月、10月、墨西哥的诺安贝鲁以及俄罗斯的12月。而且
不只有12位少女，还有更多3、6、9等的 Doors， 可以说很羡慕维嘉后宫这一块的实力了。我们再看一下4大天王队伍的架构，沙加特实力肯定干不过其他大手子，但人家好歹是初代官邸 BOSS， 怎么也比路人角色强几个档次吧。拳王的话干掉路人角色问题应该不大，不过好像他的拳头都没有老桑的胸毛硬巴洛克其实实力比较一般，主要是干刺杀这一块，早期还被春丽毁容过不过也算是一个名场面了哈，懂的都懂。最后还有一个方，主要是做策划的，招式呢都是一些阴招，综合实力一般。然后是 JP， 当时主要是做财务嘛，按照那个时候的时间线就暂时不计算在内了。但这些人放在一起，加上老大维嘉精神力的绝对压制，那一定是毋庸置疑的 TOP 级别。再加上人家的12后宫这一块，多多少少也能额外增加一点战斗力吧。为什么只是一点呢？因为亲卫队实力其实非常路人级别了，在街霸5故事模式中的表现可以说是把原本神秘又危险的少女刺客们写成一个二个好像没有被洗脑彻底，还总有一种脑干缺失的美。综合来看，影罗不只是长期作为正主的反派以外， BOSS 维嘉的实力也经常指数级的碾压各路主角团，加上4大天王的效力，要不是最后龙觉醒的波动，说不定真的就被他统治世界了。但是实际上在街霸的宇宙观中，你维嘉能不能统治世界，不是你真的能把这些人干碎了就能成功的。在这个世界里，同样也存在着统治了2000年之久的神秘组织，然而这个组织实则一直在操控着整个世界的局势。你维嘉想要统治世界，事先问过我们吗？看到这个图标都不用想了，没错，这个真正意义上最强的反派组织就是光明会，而且说是许多故事的背后都有光明会的影子，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拯救世界。当残阳彻底坠入索利通山脉的万丈深渊，那轮不祥的弦乐便会轰然碎裂，化作7道陨灭之光，劈头盖脸砸向乌尔塔尼亚的子民。此乃天命昭彰，无人能逆。死亡的阴影与毁灭的火焰将无情吞噬这片大地，无尽的悲痛与刺骨的苦难会把众生拖入万劫不复的炼狱。待死寂的虚无之刻熬足整整130个昼夜，一位执掌冰火元素之力的天命少年必将自混沌深渊踏光而来，斩断无尽的浩劫，救万民于倒悬。没错，这位掌控冰火元素的救世主就是光明会的首领，即是街霸3代的最终 BOSS 基尔。给很多没有玩过前作的玩家聊一下，这是什么样的组织？除了上述我们提到的背后操作世界1000年的局势以外，他们是一帮极端优生学和达尔文主义的邪教，为了达到目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只为了嘴里所谓的拯救世界。并且他们和维嘉比较像的是，他们也搞人体实验这一块，像3代的尼克与艾菲、11、12等等，都是他们机器化的实验产物。还包括不限于科学的、玄学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研究。同时他们的成员数量也非常庞大。基尔不仅是作为预言中的天选之子以外，还有1024名年满22岁的候选人一同搏斗争抢皇帝弥赛亚的王位。在这数千名候选人里，还不止吉尔拥有元素之力，他们都会练习一个叫做66奥义的技巧，掌握不同的元素之力。就比如他的弟弟尤利安就是操控闪电与金属之力的老二。作为光明会的2把手，他和自己的老大吉尔也有很有意思的摩擦。弟弟想要取代哥哥的总统的位置，结果在后来的一次对决之中呢，尤利安顺势夺得了光明会总统的名号但他哥是故意让给人家的，因为 Bro 现在已经是皇帝了，还要个总统的位置干嘛呢？这把给了哈，当时给尤利安气的呀。玩过5代的玩家都知道，尤利安也是属于一个 BOSS 级别的角色，出现在故事与战斗当中，参与破坏了维嘉统治世界的黑月计划，但每次和自己的哥哥较量都是败下阵来。再加上3代剧情线的补充，可见吉尔的实力可能比维嘉要强上好几个档次。此话怎讲？可有依据呢？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那个秒杀维嘉的水果摊老板听说有个只穿内裤的红蓝人好像很厉害，就跑去跟人家过招，打到最后一个瞬移杀直接过去把吉尔打倒在地。结果吉尔立马掏出手机，看完广告立马原地满血复活。这个情节被推断吉尔很可能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呢，是观察一下好鬼到底是什么样的
实力水平，可见这个角色的实力非同一般呐。不仅吉尔实力水平非常超纲，在光明会的架构里啊，每个人都是人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2把手尤利安啊，操控闪电与金属之力，当年候选人锦标赛中啊，也是一路占据上风。只可惜在3代主线剧情上呢，没能打过春丽。还有他们的秘书科林海伦啊，操控冰属性攻击，明面上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啊，实则啊是冰属性的法爹。另外啊，他们还有一个科技树点满的吴博士，参与了机械化，制造了11、12，并且尼克和艾菲作为实验品，最开始呢也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只是最后啊叛逃了。而且你们想一想，一个统治了2000年的邪教组织，哪怕排除吉尔和尤利安，那上千名的候选人实力也很难往菜鸡的方向去推断吧。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些 gangster 放到一起去火并，我认为光明会啊可以以一种绝对碾压的局势拿下最终的胜利。这些单独的反派角色放在一起打架，我认为吉尔也可以一招炽天使之翼秒杀比赛。维加是谁啊？真不熟哈。所以光明会啊，我愿意提名为街霸宇宙中最强的反派组织，其老大很有可能是连好鬼都不一定打得过的狠角色。大伙儿觉得光明会是不是最强的呢？弹幕评论告诉我。其实论实力，还有一个超越3界之外的千岁神仙，是真正意义上最强的存在。这个留在后面的实力大盘点里面再说吧。3连加关注，加速更新视频。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秃头，你还愿叫我一声艺术家吗？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Adios。就让我逃离宿命的浪。